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這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高嘉瑜委員、藍軒小姐、王鴻薇委員、江宜甄議員、唐湘龍先生。好，日本公布了他的防衛省就國防預算啦，新年度預算總額8兆9千億日元，合台幣1兆7878億，新高哦。幹嘛呢？前瞻性武器、水下發射超音速誘導飛彈、低成本的長射程视距外飛彈，眼睛看不到的無人潛水艇，哦哇，所以看起來呢，它的核心目標全面強化反擊能力哦，不是攻擊能力哦，要反擊誰啊？哦，中國、俄國嘛，哦，那另外呢，它的國防預算算是這個創紀錄了，那北京罵了。日本什麼意思？還去什麼參拜什麼靖國神社，迎合右翼推動再軍事化，所以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因為大家最怕他軍國主義又起來了。你看二戰以後，德國深切表示悔改，日本到現在為止嘴巴很硬哦，都不悔改啊，而且去參拜那個有這個主要戰犯的靖國神社哈，這是日本自民黨的黨四議都去了哈。那另外呢，這個因為新高，所以大陸就說。日本叫做軍工擴張，加速再軍事化哦。其實我覺得，當然破新高，但是你自己想想看，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是多少？國內的4兆美元，我們台灣多少？1兆美元。美國多少？30兆。中國大陸多少？20兆。30兆、20兆、4兆、1兆。我們明年國防預算也要1兆台幣嘞，他1兆8千億台幣。我們台灣的生產毛額是日本的1/4，我們明年賴清德要編1兆，還不算特別預算，就常態預算就要1兆了哈，你就知道我們國防預算現在比例占得多高哈。大陸外交部說贊同俄羅斯外長有關於對日本的表態，俄羅斯外長怎麼講？說這敵國條款哦，把日本當成敵國哦。那另外呢，除了這個以外，軍工就要加薪。我們先看看日本的防衛。戰機的左側機翼接觸跑道地面，疑似發生故障。這架來自日本自衛隊的 F-15戰機，週二下午降落沖繩那霸機場時發生故障，機場隨即關閉跑道，軍方則出動起重機將戰機吊起之後移置。第二滑走路では午後2時頃から動けなくなった F-15 戦闘機の撤去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したが。先ほど午後5時過ぎに運用を再開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F-15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主力戰鬥機，在日本各基地部署約200架。事實上，日本近期正積極增加防衛預算，同時也預定在今年12月修訂3份關鍵安保文件，而且還是提前修訂，以因應無人機與 AI 技術正從根本上改變戰場樣貌。日本與各國的軍事合作也還在繼續，包括過去只配備防空飛彈用以自衛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近日首度由水面艦成功發射美制戰斧對地巡弋飛彈。同時，日本還宣布將在澳洲領土測試極音速飛彈，深化軍事合作。Will not have a carri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at has real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ce and for the nation. 不過同一時間，美軍部署在亞洲的最後一艘航艦華盛頓號準備接替長期部署中東的林肯號，等於西太平洋失去美軍最重要的一艘航艦。美軍從亞太地區抽身，也引發印太盟友焦慮。然後除這個以外哈，軍公教賴清德說明年加薪4%哦，而且呢，戰鬥部隊加給4000塊每個月，什麼意思？它是分成3類了。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第一類我記得是12000啊，然後呢，現在增加個第三類4000。徐巧芯說，志願役加給33000讀了，不應該拖啊？為什麼不給呢？你光加4000，但是呢，志願役哦，就是不是義務役了哈。那因為現在志願役跟義務役一直越拉越近，所以呢，志願役更不爽。那我幹嘛當志願役的？哦，我當義務役不就好了嗎？黃國昌說支持軍公教加薪，但是不要忘了退休警消。退休警消加什麼呢？是那個所得替代率，最後的退休的所得替代率，現在是65%。那立法院3讀通過是改成80%，希望提高他們退休金啊。但是呢，民進黨是不肯啊。所以呢，這也講說志願役不開心啊。你為什麼戰鬥加給呢？加，志願役發覺說義務役跟我一樣啊，也不開心。我們看一下。
夕情人節，總統視導陸軍2、3、4旅，聽取他們上周剛結束漢光演習後的心得。總統也在續勉時宣布這項好消息，將新增第3類型戰鬥部隊加給，讓在旅級以下提供作戰持續力的部隊，其服役官兵每個月增加4000元的加給。去年4月，總統曾調升第1和2類型戰鬥部隊的加給，第1類型加給增加7000元，總計12000元；第2類型加給調升4000元，總計為7000元。現在是新增這第3類戰鬥部隊加給，而所謂的提供作戰持續力，就包括例如像後勤不保的單位，像是化學兵、工兵、油彈補給等。另外，在戰鬥部隊服役的義務役官士兵，從今年7月1日起，也比照志願役官兵支領戰鬥部隊加給。只是立法院去年藍白俠人數優勢3讀通過軍人加薪3萬元，最後執政政府不附屬，而且日前喊出總預算編列要普發1萬，總統再出招，現在就幫軍人加薪。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要求行政院要依法行政，不能變成行政院獨大，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行政院不理不睬。小龍。當給軍人加薪是必要的，給軍公教加薪也是必要的。那個必要不是要他們賣命，而是第一個就是說台灣的人均所得就總體的人均所得膨脹非常快。我們的軍人跟軍公教，你從事軍公教的職務越久，你就會發現你的相對剝奪感一定越嚴重。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時候呢，對於所有的軍公教的加薪，可能還跟不上通膨。通膨呢，大概如果就官方數字來講，扣除掉呢核心物價，就是油啊，或者說冬季的蔬菜，這些核心物價扣除掉之後，大約2%。但是如果跟一般你的消費的主力，比如說你的房租、醫療、外食這一部分，可能接近3%。所以，如果你今天加薪4%，扣一扣，你千萬不要認為說，我明天加薪4%很高興，我多了4%的可用，沒有。其實你的通膨大概就會吃掉呢3%左右。那跟其他的目前台灣的主流的新興的就業機會來講，4%其實是鳳毛麟角，因為你的經濟成長率告訴大家10%以上，10%的經濟成長率，簡單告訴你就是如果你今年的所得沒有增加10%，你基本上就是在掉队。所以這個加薪的方式，你偏呢就是軍公教他們也許不太懂得就是數字編程的方式，但是我剛剛簡單講給你聽，你只要你今年的收入沒有增加超過1%，你實際上面跟台灣的人均的收入差距是越拉越大的。你當軍公教的這個行業，你要認真想一想。那現在所有的這個呢，對於軍人的加薪，固然呢，對於現在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呢，願意呢從事呢軍職的行業。我們先不說呢會不會發生戰爭呢，軍職呢會不會有危險？但是我總覺得像台灣的這種的經濟體系，我們的少子化已經少到這麼嚴重的地步。1年的新生兒大概呢就是10萬左右了，勉強達到6位數。但是這些的年輕人，你把大量的年輕人因為服所謂的志願役，他會被凍結在部隊。部隊是一個基本上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沒有生產力的地方。換句話說，他不創造所得，軍人不創造任何的所得。那你把這麼多的很少的這些年輕人的力量，盡量的把吸引他們凍結在部隊裡面，除了對他們接下去的終身的規劃，我說以台灣現在的分配面，你當軍公教越久你越吃虧。這是為什麼？所以這2年的時間呢，高普考去報考的人數都在縮減的原因，軍人在縮減的原因，很多年輕人是懂的。但是你用這種的方式把它留下來，會留下一些人，但是這些人本身除了傷害台灣的生產力的供應之外，這些人未來當他的軍職結束了之後，我認為他跟台灣社會的脫節會更嚴重，他會成為台灣社會更邊緣的一群人。我講的還不是戰爭，不是死亡，不是可能的衝突的風險，而是純粹從台灣的總體的生產力的運用來講，這種的方式對台灣傷害是大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們現在看今天講到日本那大幅擴大軍備，同樣的台灣在明年光是在公務預算的部分，他們準備是1兆1000多億，那這還沒有包含之前我們所通過，他們之前是1.25兆，那另外呢還有無人機的特別預算，所以這樣整個加下來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的軍備的擴張，它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其實現在全世界都有一種大家談到的一個迷思也就是炮彈跟奶油的選擇。因為當全世界都在擴張軍備，都在把所有其實你的這個餅是有限的。如果你這個餅比較多的餅是給大家去國防預算、軍備預算，那當然同樣的屬於民生性的、消費性的或者是社福的，它必然會被壓縮。那台灣是比較幸運的是，因為今年我們的這個股市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政府做莊，所以我們的財政收入比較好。可是不可能年年過年。但是呢，我們的整個的這種國防支出預算的增加，其實已經是一個現在看起來是不可逆的一個趨勢。這個問題呢，你如果按照亞洲來說，那當然中國雖然它的這個成長率是個位數，但是因為它的這個金額已經非常非常龐大了，也就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幾年它的擴張軍備的結果，使得亞洲地區一方面很多的國家自己害怕，大家做軍備的比賽。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不停的施壓，美國現在要求日本、韓國、台灣，你的這個起碼都要在你的 GDP 的3%。那我跟大家補充一下，以明年我們編列的預算，我們已經達到原來美國要求我們的軍備支出必須達到 GDP 的3%。台灣真的是對美國來講，我們真的是模範學生啊！因為日本，你現在看日本什麼每年都在擴大，它也不過2%。然後韓國也沒有到3%，台灣提前達成就占 GDP 的3%以上。那你覺得美國因此就覺得你好棒我給你一個好寶寶貼紙嗎？沒有，因為他說3%不夠，那你起碼還要增加到5%，甚至有人覺得這是10%都不為過。那反正美國人認為你們就一直不停的提高就好了。那對全世界來說，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說現在在整個股市裡面，除了 AI 之外，第一個就軍工股嘛。軍工股大家暴漲啊，那或者說無人機，其實我最近很感慨因為現在全世界，尤其美伊戰爭給你的啟示，或俄烏戰爭給你啟示，全世界國家都認為我要發展無人機啊。那你以為無人機是去救災的嗎？是一般的民生消費？沒有，大家都想發展軍用無人機、殺人無人機。那沒有錯，無人機第一個它很便宜，它比這種飛彈便宜。第二個那它的這個就是所謂的不對稱作戰。可是說實在，無人機也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傷亡，甚至濫殺無辜。今天呢，最近有一個新的消息是什麼呢？澳洲跟以色列有沒有？澳洲因为那個外長非常生氣，把以色列的那個他的那個大使把他召見。所以，因為呢，以色列沒有去處理在加薩戰爭的時候，以色列就是用無人機去轟炸啊，就炸死了一些救援組織的這些人士，裡面包含澳洲人，就是用無人機啊，無人機就是演算法嘛，演算法有沒有錯誤？還是會有錯誤。所以我要講就是說，今天我們看這整個的軍備的支出的擴張，它不僅僅只是日本、韓國也如此。台灣也如此，但當你看到全世界每天呢，我現在看到每天的新聞，我最有感的是什麼呢？就是整個的氣候的異常啊！你每一天都有各大城市，通通都是在淹在水裡面，都是在水災。可是，請問全世界把有限的資源放在哪裡？都放在準備戰爭。最近不是那個李嘉誠啊，把那個英國的資產全部都賣掉。很多人說李嘉誠到底是嗅到什麼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不是全世界股市都非常好嗎？當你看到全世界瘋狂的，不管整個氣候一戰，不管這麼多的人員傷亡、財產的損失，但是只把這些錢、這些資源都投注在這些所謂的殺人無人機或軍事無人機上，你覺得整個的經濟或民生消費會好嗎？休息一下再回來。
勞動部長洪申翰是要去訪問大陸，因為呢，在上海要舉辦一個技能競賽。哦，那大陸說按照一中原則處理，你承不承認一中？哦，然後怎樣？那大陸有一套原則了。哦，那民眾黨就酸說，哎，之前不是說到大陸會被統戰嗎？哦，那這是很少，你問我好不好？我認為好啊，去啊。哦，那因為賴政府的官員很少見會有這樣的動作嘛。那洪申翰原來常常上我們節目，就坐在嘉宇這位置上啊。當我們節目的民進黨都去當官去了，我就算了起碼他們10個都去當官去了。嘉宇下次換你要去當官，就只剩下高嘉瑜。什麼原因？什麼內政部長、勞動部長一堆嘛，陸委會副主任，他们都當官去了。陆委会都当官了，为什麼只有？只要上我們節目，民進黨都當官。講得不夠好啊！繼續在基層，好吧。反正洪申翰原來他是搞環保的啦，後來去當勞動部長，他說要去訪問上海，我覺得好啊。那大陸當然有大陸的原則了，我不知道會怎麼樣了哈。那另外呢，大陸現在推一個西安到桃園的包機也被拒絕了，哦，說什麼現在不是什麼國定，不是什麼假日等等哈，因為西安的很多東西可以看的哦，兵馬俑啦，很多，因為古時候的這個首都嘛哈。但是呢，這個民進黨也不准啊。那因為洪申翰的獨派色彩很濃厚，所以如果他去大陸，會變成第一個到大陸的政務官啊。那民進黨的王美惠委員，不是彰化縣那個王惠美縣長啊，王美惠委員說最好不要去，會被抓走，他小心老公把你抓去，不給你回來啊。電話加油就好了嘛，幹嘛要去呢啊？那好，那另外呢，這個西安飛桃園的包機，民航局說不在節慶包機期間，所以不可啊。那國台辦就說了哈，說呢，雖然陸委會這個商總理事長許樹博士要找陸委會協商。直航中國多開放一點嘛，然後先包機嘛，然後情況好再直航嘛。然後國台辦就說，民進黨呢申請條件苛刻，看得到摸不着吃不到，講是這樣，但其實都不開放，各種限制哈。那另外呢，大陸有一個9月開始有一個出入境的新規定，所以民進黨就說4種人要小心被抓起來，所以他們現在是警告那個洪申翰會被抓。國台辦說，陸委會是兩岸交流的絆腳石。哦，他說，台灣同胞完全不需要擔心這個風險。哦，他說是有利於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以這個來往兩岸合法的權益是有利的。哦，那新的規定呢，實施9月15號開始實施。哦，然後呢，要配合移民管理機構。哦，然後呢，這個縣級以上地方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就可以執行了。啊，反正他有他的一套新的規定了啊。那到底怎樣啊？那另外呢，我們不是禁了小紅書嗎？那劉世芳說，禁小紅書防詐的效果少80%哦。現在在台灣呢，這個下降80%哦，詐取金額下降55%，可見我們禁的很有用。如果你再不回應我們，我可能再禁你1年，就反正就是禁你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國民黨的青年組團要訪問中國哦。那叫做國民黨的青年事務發展委員會，中國邀請8月24號到28號到上海兩岸青年交流季。民進黨的秘書長就說了，說你們去幹嘛？要悼念中華民國滅亡嗎？中華民國滅亡你就滅黨了，國民黨也沒有了。所以這個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許國勇說，說呢，許國勇憑什麼指手畫腳？哦，你管你的事好，你管國民黨事幹嘛？我們看一下。是，如果洪申翰部長要前往上海為台灣的選手加油打氣，那他必須要考量尊嚴與對等。那希望中國呢能夠遵守這個競賽的規則。畢竟洪部長台獨色彩略濃，此趟自家立委王美惠也勸要三思，最好不要去，否則會被抓走。國台辦也放話，我們將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和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國台辦為什麼還沒有收到申請，也還沒有確定消息，就第一時間要說按照一中原則來處理？這就是霸凌，這就是威脅恐嚇。對此，勞動部回應將會做各層面的整體評估，會以代表團的參賽權益作為優先考量。看來去的機會還是比較高，只是這邊想復路卻擔憂安危。另一邊，內政部再下路 APP 禁令，因小紅書官方始終對台灣政府已讀不回。小紅書的這個件數呢下降了80%，詐騙的那個金額的下降了55%，連理都不理哈。他再不回應是再往後再屏蔽1年的，只能這個樣子。
但不止進小紅書，內政部在職國民黨有選任人員喪失大陸原籍證明未滿10年，需限期改選。兩岸紅線越來越嚴，如今政黨人員都是管制名單，大陸人要來台從政，也從涉籍收緊為需除籍滿10年。賴政府要防中共滲透，這下手似乎也伸進政黨內。嘉宇，洪申翰會不會去？你覺得？如果民進黨應該你跟民進黨中央建議，想辦法跟國台辦通個氣，洪申翰就把他抓起來，民進黨年底選就贏了。對，根本不用選了，賴清德不用講什麼，民進黨就大贏了。我覺得原則上呢，就是說兩岸的交流，我們都是樂見的，就是在一個對等、互惠、尊嚴的前提之下。那今天我們如果說，勞動部的部長洪申翰他能夠到中國去，然後去支持我們台灣的青年去參加這種國際技能大賽，那當然我們也非常的開心啊。就是說我們的部長去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因為過去的勞動部長也都有去陪同這些年輕人去參加，包括許明春在2019年去俄羅斯，然後何佩珊他在2024年去法國，那這中間因為疫情沒有舉辦，那剛好今年就是在中國舉辦。那洪申翰願意去，而且很開心的釋放這個消息，我覺得就是一個兩岸交流春暖花開的時候。但國台辦的話真的不要太多，有時候一件好事就因為國台辦可能就讓大家覺得說啊，厚厚的代誌可以改用跟他金嘛？為什麼呢？因為他用一個一中原則，大家就知道啦。一中原則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然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樣子的一個3個條件才叫一中原則，跟一中政策是不一樣。那你如果要一中框架，然後到時候又要傷害台灣、矮化台灣，然後這個對於我們好好的一個技能比賽，國際70幾個國家去參加，你硬要把政治套上去，然後又要把台灣矮化，那當然對於台灣去參賽的選手或對於部長來講都是非常不尊重。任何在中國比賽的這種國際型的賽事輪流舉辦的，都應該用一樣的原則跟態度來辦理。過去在法國、在俄國是如何舉辦，中國也應該比較辦理。不要說過去我們用 Chinese Taipei， 你現在給我叫中國台北，那這樣我們當然不能接受。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前提跟條件，如果互相尊重，我覺得我們很樂見洪申翰部長能夠帶着我們台灣優秀的年輕人去參加技能比賽。因為過去我們的吳寶春吶，還有好多優秀的麵包冠軍，台灣去參加技能比賽都是拿冠軍的，所以我們相信我們也可以讓台灣的年輕人在國際的技能大賽裡面被看到。我以前主持過這個國際技能大賽，他們回來之後的頒獎典禮，我們的這個國際技能大賽，我們的這個台灣隊非常好，每一次都拿什麼金牌、銀牌、銅牌什麼之類的，平均成績大概我記得的時候看得到，大概是全球都是固定前4名以上，就是表現非常的好。那尤其是在那個時候，我後來特別查了一下，我們的名義事實上是叫做那個World Scale 台灣，它是用一個勞動部的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的名義去，那但是因為叫台灣，所以我們經常在裡面，因為它就是用一個比較技能，就比較不是一個用國家的這個政治，所以我們經常在那個場合當中，我們會秀出中華民国國旗，然後我們會喊出，我們都喊台灣隊了啊。那我覺得確實，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看他的話呢，因為我們的勞動部長呢歷次，因為他真的是一個經常替台灣拿下好成績的，什麼美容、美髮、美食，什麼車床啊，這個總而言之，這個各個事項都很厲害。那所以我們的勞動部長都非常的樂意的去參加，因為都可以報獲很多的一些獎項，有面子。所以這一次你說洪申翰要因為在中國大陸關係，所以他就不去，好像也怪怪。但是因為我們也知道，對於民進黨來說，他們高度的對於兩岸的關係非常敏感，他們特別也覺得說我要去，我也覺得呢，應該他們心裡面也覺得會有一些政治效應啊，否則的話，剛剛也講到了很多目前兩岸說要交流的，國民黨怎麼樣的做主張的，這個民進黨都反對，然後大陸怎麼樣的說要怎麼樣的通，他們也都反對，但這件事情，這個民進黨就非常的樂見其成，所以我就說。我也贊成他應該要去啊，只是說這個部分事實上是真的會有一些政治效應出現。那所以對於對岸來說的話呢，我相信如果他並不是一個以國家的角度去出發，他這怎麼樣的一中原則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代表性。但是的話，如果說要拿起中華民國國旗這件事情，可能在現場當中就會有一些
這個枝節或者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效應產生了啊，所以我覺得这個对对岸來說，我認為也是一個考驗啊，就對他們來說，到底在兩岸當中，他們不斷的想要去嘗試用一些比較民生的經濟的方式，跟台灣還有觀光啊等等發生交流。那這件事情你覺得可不可以？那但是重點在於說，我們的部長去，那你用什麼樣的態度，用什麼樣的身份去看待他？那我覺得這部分事實上呢，確實中方的反應，怎麼樣？我覺得對於我們台灣或者對於今年年底選舉來說，對民進黨來說，是否因此賺進政治紅利？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會有影響的。休息一下，再回來。